在历史文化体系中，有一支极为特殊又最为吸引人的体系，那就是神仙体系。这个体系是我们独有的文化传承，也是文明的诞生源头。但是大多数人都理不清这个庞大的体系，分支实在是太多了。在我们这个庞大的神仙体系中，究竟谁才是最原始、最厉害的人物？混沌初开时都诞生哪些大神？与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神仙是什么关系呢？太上老君是谁的化身？元始天尊是不是盘古？他们和女娲娘娘是什么关系？燃灯道人为什么又叫燃灯古佛？如来佛祖是怎么来的？南海观音的前身是谁？玉皇大帝之前谁在管理三界？佛教和道教是怎么产生的？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又发生了哪些激烈的碰撞？他们都有什么关系？修仙之人没有七情六欲，为什么又发生了那么多爱情故事？神仙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、西周天子、君权神授，到普通百姓创作的各类光怪陆离的文学作品，无不体现了对神秘世界的好奇与向往。然而很少有人能弄得清，如今我们看到的这个庞大的神仙体系，是经过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不断完善提炼而成。神仙体系与西方神话世界不同，神仙体系更显得错综复杂。西方神话世界以宙斯为神王，统领所有神灵，如海神波塞冬、战神雅典娜、光明神阿波罗，他们都是宙斯的亲属或后代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神灵家族统治秩序。而神仙世界中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者，由于教派林立，民族众多，形成了不同地域、不同空间的神仙体系。总而言之，老百姓耳熟能详的神仙体系是一个超级庞大的宇宙体。这里面哪位大神是最早诞生的？哪位大神又是最厉害的？宇宙诞生初期，天地混沌未开，有一个混元灵气，无形无影，在万物都不存在的时候，它就灵窍初开，渐具神智，我们称它为创始元灵。元灵吸收宇宙诞生时散发出的太初之力，日益壮大。亿万年的修行之后，元灵幻化成他认为最完美的形状气体，球状成为宇宙中唯一的清醒者。他无处不在，宇宙里皆是他的影子。亿万年的游历中，他遇到4个较晚形成的同类，他们和自己不同，形象各异，但灵窍已开，他们也是吸收宇宙诞生时残留的先天元气而成。元灵的元气异常强大，分别传授给这4个元灵一项修行的法门，大一点的修闲清气，第2个修闲灵气，第3个与众不同，五彩斑斓，修闲空气，最小的那个调皮捣蛋，修闲冥气。这4个小元灵得到创始元灵的修行法门之后，便刻苦修行。亿万年后，各自道法天成，老大名为红军老祖，老二唤作混坤祖师，老3女娲，老4路鸦道君。4个元灵逐渐幻化成最初人的模样，说人形也不是完整的人形，唯有老4路鸦道君身形最为好看，受到3位师兄的称赞。古语说先有红军后有天，红军老祖作为创始元灵的大弟子，在创始元灵归隐之后，红军老祖替师父管理宇宙万物，成为至高无上的人。他也收了3个弟子，道德天尊即太上老君元始天尊，即盘古大帝灵宝天尊，也就是通天教主。老二混坤祖师作为创始元灵的2弟子，也收了很多弟子，其中修为最高的2人分别是接引道人和准提道人。接引道人后来合并了西方教，就是后来的如来佛祖。准提道人也属于西方教，法力修为更高一筹，后来因与如来佛祖的理念不合，离开了西方教，归隐山林，也就是后来的菩提老祖，孙猴子的师傅。老3女娲作为创世元灵唯一的女弟子，生的人首蛇身模样，生性孤僻，不爱言语，少走动，但胸怀宽广，素有悲天悯人之心。在其师侄元始天尊用斧子劈开混沌之后，女娲就有了想造化苍生万物之意。她用水和泥土仿照小师弟路鸦道君的模样，捏了许许多多的泥人，这些泥人采天地之灵气，吸收万物之精华，幻化成了活人的模样。这就是女娲造人的来历。之后由于天地初期极不稳定，时常天塌地陷，女娲炼五彩灵石，以无上道法修补天体。一块顽皮的石头掉落人间，几万年后蹦出一只猴子，搅得天翻地覆。在之后，女娲嫁给了伏羲，成为了女娲娘娘，2人共同建立了人间的婚姻制度与规矩法度。老4路鸦道君有诗曰红军老祖第1仙，
弟子盘古初开天，先有红军后有天，陆压道君还在前。陆压道人最受师兄姐们的喜爱，生性顽皮可爱，其他师兄姐都心怀天下苍生，各自开宗立派，收徒无数。偏偏陆压道君来无影去无踪，不关心任何身外之事，这就造成了他没有什么名声。小辈的神仙中都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号。由于他是离火之精，早已飞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，不朝圣皇，不理天地，不在三教中，不在极乐的，潇洒自在，散仙一个。这就是宇宙最初的神仙体系，他们个个道法高深，无所不能，在道家文化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，喜欢请点赞、关注、转发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